对战中最强的6只幽灵系宝可梦。1. 露奈雅拉。露奈雅拉是超能系宝可梦，也是比较典型的幽灵系输出手。至于为什么要这么说，主要还是因为露奈雅拉的输出都来源于专属暗影之光和第8代定点学习的流星光束，而超能系除了带来免疫格斗系的抵抗和恶系幽灵系的弱点凑成4倍弱外，就只剩下戏法空间比较有存在感了。当然，露奈雅拉最近出场率还是挺高的，最常见的套路是经典的流星光束加强力香草，毕竟流星光束高威力加特攻，配合强力香草的话还能免蓄力，整体看似乎还不错。可偏偏流星光束不是100%命中，而且还是非本系，如果空了，那真的是瞬间有点不想玩的冲动。再加上4倍幽灵系和4倍弱恶系这2个痛点，让它是极难对付伊培尔塔尔和黑马王，而这些致命缺陷或许正是它难以跻身大热的原因了。2. 勾魂眼。以前说恶作剧之心这个特性让很多宝可梦变得非常恶心，其中勾魂眼又是里面的佼佼者，能相提并论的估计也就只有风妖精了。虽然勾魂眼种族不高，但是在第6世代前它可是没有弱点的宝可梦，相对应的它也只能抗毒和免疫一般，格斗和超能3种属性，不过这对于功能性强的辅助来说也还算是不错了。而在第8世代，勾魂眼通常都会带延后、击掌奇袭、交换场地和鬼火这些。当然，勾魂眼使用的招式真的很多，根据不同的环境也有不同的调整，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用的了。3. 彷徨叶灵。彷徨叶灵是对战中比较常见的空间手，而它也有着幽灵系血量低的硬伤，但只要通过净化期时，那它也可以达到非常耐揍的地步。而且彷徨叶灵经常能够帮助队友触发弱点保险，并且靠着分担痛楚能够削弱对手的血量，再加上能够交换场地，是个非常让人头疼的宝可梦。4. 脱壳忍者。鬼蝉是热门宝可梦里比较特殊的存在，因为它只有1滴血，并且拥有最强特性之一的神奇守护，而神奇守护强就强在非克制招式对它没伤害。然而鬼蝉凭借着这个特性，又能通过交换场地来为队友抵挡攻击，最离谱的是它居然还有输出能力，无论是影子偷袭还是灵骚都能吃到本系威力加成，加上鬼蝉通常还会带上气势披带和挺住，容错率非常高，即便是猜中了鬼蝉的位置，那也很难一次性解决它，除非用的是莱西拉姆或露奈雅拉，可以直接破格无视特性，这样的话鬼蝉还是很好解决的。可如果陷入膀胱局，需要靠血量判定胜负的时候，鬼蝉就是先天劣势了。但不得不承认，鬼蝉真的是个相当素质的宝可梦。5. 迷你丘。迷你丘和彷徨叶灵一样是个空间手，但比起彷徨叶灵或者是绝大多数能开空间的宝可梦来说，它的空间是最稳定的，毕竟特性画皮能够挡下一次攻击。当然在第8世代画皮被破还是要掉1/8血，而且招式的附加效果也还会触发。不过迷你丘强的地方除了能稳定开空间，最主要的是它用影子偷袭能够触发白马王的弱点保险，再加上迷你丘自身还能学习挑衅和鬼火，对那些喜欢用变化技能以及蜈蚣宝可梦具有一定的威胁。而且迷你丘的道具基本都会是反挑衅的心灵香草，要是场上还没有会击掌奇袭的宝可梦，那想要阻止它开空间真的很难。6. 黑马雷冠王。雷冠王目前作为最热门的宝可梦之一，无论是黑马形态还是白马形态，都在当下具备一定的统治力。比起白马王依赖空间来说，黑马王的打法就比较灵活，但无论是什么样的配对都离不开快这个字，可速度快也有速度快的烦恼，尤其是在面对空间队的时候，速度快反而就成了劣势。所以黑马王在面对这样的情况，通常都会开空间反制，或是在带有戏法空间的情况下直接封印对手的戏法空间。当然带封印的毕竟在少数，但总体思路都是让对手不能顺利开戏法空间，占据出手权就好了。而且黑马王现在最强也最暴力的配对都会带上雷击艾乐奇，用绝对的速度压制对手，如果顺利前几个回合就能奠定优势，甚至直接拿下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目前热门的幽灵系宝可梦了，咱们下期见啦。